Hello， 大家好。为了尽快的吃上好吃又记得快的柚子树，我们打算把这棵树给它动一下手术，给它嫁接一下，要把上面这个树梢给它剪掉。把这里剪掉后，我们这里就开始嫁接。我在下面去弄了一颗枝条来，用这个枝条给它嫁接上去，看一下存活率怎么样。我上次在老家嫁接的李子树是存活了的，只需要一小段就可以了，太长的话它不易存活。我们用最简单的扦插的嫁接方法，我们嫁接2棵苗上去。像这个长的针面，朝里面就可以了。这个皮层给它放在一起，多嫁接2颗，看一下能不能存活率怎么样。给它架2个芽顶。嫁接最重要的就是要用这个薄膜给它缠绕好，不然的话它就不能存活。我剪的这个枝条是已经积过柚子的枝条，嫁接好以后，它应该在2至3年内就可以挂果。像种树的话，至少要等5年，所以说很多人现在都选择嫁接，嫁接来得更快。把这里也一起给它缠绕上去，让它有一点温度，像这样它才会更早的发芽。看起来有些粗糙，不过没事，只要它能存活就行了。好，第1颗已经嫁接好了。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试着去嫁接一下，其实很简单的，只需要2边削一下就行了，一边削长一点，一边削短一点，像这种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嫁接的话，它有2种，我们刚才那种是嫁接在皮层，我现在这种的话存活率更高，像直接像这样插进去。这2边的皮让它连接在一起，像这样它存活率会更高哦。看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它包扎好。其实植物它是很容易存活的，现在给它缠绕上去就可以了。有16只蛇，也很学着嫁接。等爸爸弄好了就教你啊。我们老家那棵李子树已经是嫁接存活了，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开花。花花，小花花。小花花，这棵已经嫁接的差不多了。我们也可以在边上再嫁接一个芽顶，可以这样嫁接的。大家看，在这里给它铺一点皮。可以了，多嫁几根，由于不专业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存活率怎么样。
这棵柚子树嫁接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去嫁桃树。因为我们上次种的桃树，有一棵是那个毛桃，那个毛桃不好吃，而且它也熟得晚。我们把这棵吉桃上面剪一个枝条来，去把那棵树给它重新嫁接一遍。像这样的话，以后就可以吃到更多的这个吉桃了，觉得它成熟的早又好吃。我看一下接哪一棵啊？这一颗枝条应该就可以把那个全部嫁接上了，给它剪成这种小节的，像这样更加容易存活。就是这棵树，它结的桃子又小又不好吃，还长毛，所以说我们给它锯掉。要把那原生的枝条全都剪掉，因为我们这棵要把它完全嫁接成吉桃。现在这种树桩，由于是被锯子锯的，我们要把它削平，像这样的话它才好嫁接。削平以后，我们在这里砌一个小口，像这样它到时候长的时候就会跟这个连为一体。给这里铺个皮。这个一定要小心，稍不注意就划到手了。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苗，基本上都是人工嫁接的，所以说嫁接技术还是很成熟的。这个慢慢的弄。好，现在开始嫁接芽底。第一颗，弄一颗大的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大家回去学这个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里对齐，看它的皮层一定要跟它形成一起，它这样才能存活。好，嫁接完成，全部把它包扎上。好，最后一个枝条。好了，这棵桃树已经嫁接完成了。如果大家有那种不好吃的果树，千万不要挖掉。就直接把这些枝条全都锯掉后，在哪里有那种好吃的水果啊，你们就可以去那些果园呀，或者那些家里去把它的枝条剪几颗来，然后就可以嫁接在上面。一定要剪那种每年都挂果的枝条，不挂果的你嫁接在上面它也是不挂果的。